最近我读到一篇报道，说有数据显示，确诊过 COVID-19 的妈咪，接下来的10个月，她的母乳里面都还会有对抗 SARS-CoV-2 的抗体存在。大家好，我是丽丽。你的意思是说 ，baby 喝了有抗体的母乳就可以保护它10个月吗？不是，我是说，接下来的10个月里面，妈咪的母乳里面都会有针对 COVID-19 病毒的抗体存在。你要保护 baby 的话，不是只是喂那一次就够了，只要妈咪继续喂母乳 ，baby 都是还可以得到保护的。10个月过后就没有抗体了吗？那当然不是准10个月啦，也要看母体本身还有没有免疫。所以只要让妈咪继续对 COVID-19 有免疫，比如说以后需要的话接种第3剂疫苗，母体里面就会有抗体，母乳里面也还会持续有抗体存在。而且母乳里面的抗体是以 SIgA 为主，那这种抗体是很特别的。OK， 通常呢，我会尽量避免用这些让人感觉到头晕的名词，直接说是抗体。可是因为太重要了，而且我接下来要分享的知识也不只是限制于 COVID-19 的状况，这个包括对抗任何的病原体。一般的伤风感冒流行性感冒这些都是同样这样子操作的。我想要帮助大家明白，所以今天就让我简单的讲解一下。SIgA 分泌型免疫球蛋白 A 是一种抗体，除了 IgA 还有其他类型的免疫球蛋白，比如说 IgG、IgM、IgE 等等，各有各负责的部门。其中IgG 就是我们染病后或者接种疫苗后血液里面含量最高的抗体类型，它是专门针对那些你接触过的病原体的。然后 IgM 负责的部门就是对付那些你还没有接触过的病原体， IgE 则是负责对付过敏原、寄生虫的部门等等。当母体免疫系统已经接触过某种病原体，就会产生免疫，然后乳房里面就会分泌 IgA， 通过母乳保护 baby。SIgA 是负责哪一个部门呢？它是第一道防线，它的作用就是粘在呼吸道还有肠道上面覆盖着，是一层防止病原体入侵的保护层。其他免疫球蛋白是在血液里面，病原体进来了才打。SIgA 则是直接阻挡病原体入侵。当母乳里面有针对 COVID-19 的病毒的 SIgA， baby 喝了下去， SIgA 就会分布在 baby 的呼吸道还有肠道。遇到 COVID-19 病毒要入侵的时候， SIgA 就会把病毒中和掉，阻止病毒入侵。然后因为母乳里面不只是有 SIgA， 其他的免疫球蛋白也是有的，万一有漏网之鱼， IgG 就会把它消灭掉。如果目前为止这个 video 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不要忘记帮我鼓励一下我，谢谢。无论是曾经确诊还是接种疫苗后的妈咪，母乳里面都会有 SIgA。 可是报道里面说啦，接种不同的疫苗似乎会有不同针对 COVID-19 抗体的含量。从数据显示看来， mRNA 类型的疫苗效果是最好的。目前为止，他们的研究范围就只是 Moderna、Pfizer 还有 Johnson & Johnson 的疫苗。报道的最后也是有说，他们接下来会研究关于接种过 AZ 疫苗妈咪母乳里面的抗体含量。那没有看到文中提起关于其他疫苗啦，所以请不要问我，如果接种 AZ、Sinovac 或者其他疫苗的话，母乳里面的抗体多不多？因为做研究的不是我。有些妈咪想知道，可不可以把有抗体的母乳分享给已经离乳的大宝？当然可以呀，而且不要只是喂一次，要持续喂下去。
做这一份研究的医生甚至建议说，把母乳里面的这些抗体拿去帮助面对 COVID-19 严重症状的病患，因为 SIGA 会分布在黏膜区，而且也不容易被消化掉，不容易被这些酶分解掉，所以妈咪要给你大宝喝是没问题的。当然，这个跟接种疫苗后还是要继续小心防疫一样，在疫情控制下来之前，不要以为继续喂母乳就可以带孩子趴趴走哦。也有妈咪想知道，如果她的奶量很少，只是给 baby 一天一餐的母乳，喂 baby 有抗体的母乳还有意义吗？同样有帮助吗？妈咪每一滴母乳里面都有我们人眼看不到、数不尽的抗体，还有活性免疫细胞在里面。即使一天一滴也不是无意义的，能给多少就给多少。其实是知道啦，只要妈咪本身还有免疫，她的血液里面抗体的含量还很高的话，母乳里面都还是会有抗体的。无论是多是少，都是妈咪能够给 baby 的保护。SIGA 在初乳里面的含量比成熟母乳高很多。如果妈咪是怀孕期间确诊，或者怀孕期间接种过疫苗的，记得要尽能力让你 baby 喝到初乳。然后产后10天以后，母乳里面的 SIGA 含量会减少去正常的含量。然后各位妈咪请注意，尤其是那些已经哺乳超过1年，正在考虑几时要离乳的妈咪，听好了，哺乳第2年，母乳里面的 SIGA 含量会比第1年高。就是说，现在疫情还没有结束， baby 又还不能接种 COVID-19 疫苗的期间，喂母乳是你唯一能够给你 baby 做的防护。如果你因为奶量不足，坚持到很累，很想放弃，请你去看一看接下来这一个 video。希望你看了这个 video 里面说的东西，你会改变主意。今天就到此为止，拜拜。